还是你的痛。各位掌柜，都是我的叔伯长辈，对苏家有恩有义。我们举家决定前往汴都重新开始，不知道各位掌柜是否愿意相随？我愿意。少东家也算我一个，算我一个。我也去。好，我也去。当初来到吴江府，承蒙舅哥舅嫂帮衬照顾，舅嫂若不嫌弃，将来到了汴都，就算让谢瑜打砸跑腿，也绝无半句怨言。咱们都去，我这个人不会别的，给大家洗衣服做饭的本事我还是有的。苏昌记，感谢诸位。事已至此，我就是想问问诸位，我苏昌记繁荣至今到底靠的是什么？难道靠的仅仅是这几间被贼人夺去的店铺门脸吗？不是，我苏昌记靠的是诸位童叟无欺，不以次充好，让我苏昌记在那里发扬光大。我孟汉儒叩谢大家了。冬天来了，阿伯去了，书院也要关闭，好像一夜之间，所有的东西都变了。有些时候，我总在想，为什么这一年的坎坷这么大呢？最坎坷的，还是让我遇到了你，赵小谦，你还好吗？你在哪儿呢？当初遇到你的时候，还是惊蛰，那时候总以为冬天还很远，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，很多事要做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赵小谦，你在哪里？看到雪了吗？赵妈，你说我见到福翁，他会说什么？若是我全力以赴的话，是不是就能留住小曼？给你吃这么多东西，桃花酥你也吃过了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诸位小娘子，我们就先走了，保重。怎么了？别哭了。师兄，小满，这是谢如英给我的，
他让我交给你。师兄，你也要走吗？父亲被贬，书院也关停了，留下来也做不了什么。被贬？你家中出事了？不过我从来也不是什么官少爷，只是这次去汴都，见识了不少人情冷暖，还没能做些什么，我却成了罪人之子。走吧，我们去聊一聊吧，顺便看看风雪亭的景色，如何？嗯。记得从前在渔阳里，你还带我烤过红薯，也是和今日一样，喜欢把手靠着炉子烤。原来是我不开眼，总带师兄做些脏活。可我很喜欢。师兄说汴都的家里出了事，出了什么事？从前我与父亲之间有不少龃龉，总觉得他做的很多事情都是错的，觉得官场不清白。可是这一次回去，眼睁睁地看着他起高楼，看着他宴宾客，看着他楼塌了，心里才明白，其实很多事情对于父子之间没有那么重要。他是我的父亲，不是我的敌人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日后没有了家世所累，虽是布衣一个，却可以接着纵情山水，走我的路，修我的书。你说是不是？小满不懂这些，只知道师兄开心便好。普王妃是不是为难你了？普王妃这次来，其实是想让我离开赵小谦。刚开始我不乐意，可是后来阿婆走了，苏昌记没了，就连我大哥也差点出事，我就答应了。可是离开后，我才知道自己内心真正的答案。我是不是真的很傻？从前，我只当他是一个纨绔子弟，想着是自己命不好，被迫嫁他做与妾室，一心只想着离开。可是想着想着，心里竟有了他。离开后，我才发现自己已经这么彻彻底底地把他当做了自己的夫君。我是喜欢上他了。可是师兄，为什么从来都没有人告诉过我，喜欢一个人竟有这么难过？为什么我心里时时刻刻记挂着他？天冷了，我担心他有没有冻着，有没有吃饱，睡得是否安稳。明知道我们不会有结果，可却怎么都忘不掉他。可已经结束了，不是吗？既然已经结束了，忘不掉，就要往前看，好不好？你放心，师兄一直在，不会让你受委屈。有些话在书中，我等你一个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那群人又来了！干啥？凭什么？对呀，是啊，对呀，凭什么？
啊，不是说等文书到了再说吗？我们这2天还考试呢。我告诉你们，总之文书1天不到，书院你们1天别想封。我说严公子，别的学生不明事理也就算了，你还带头闹事。我闹事？欧阳，别冲动，有话好好说。李师兄，我们就想争取几天时间，再考最后一次试，对不对？想考试是吧？那么去考秋闱，考太学呀。区书院一场考试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考个屁呀！荒唐！说我们没出息是吧？好啊，我让你看看我们有没有出息。欧阳，欧阳，抓住他！放开！赶紧走！看你们谁敢动手啊！不能抓人！欧阳，放开我！欧阳，他们凭什么抓人呢？走，我们去阜阳。走，走，去阜阳，走，去阜阳，去阜阳，走，去阜阳。我们要见严师傅，我们要见严师傅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进！我们要考察严师傅，严师傅，书院，我们要去考察。胡闹！我们不过就想考个试，怎么不行？为何不行？我平日里没见你这么上心，这临了了你就给我来这出，你能考出什么名堂？这不是胡闹吗你？我们就是舍不得书院，这跟考得好考不好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白鹿书院先生教我们的东西比你教的多得多了，凭什么你说封就封？你真是个逆子！我在这儿秉公办案，岂能容你左右？再说，你要真有本事，你要真有雄心壮志，你就不要在这儿干这种没脑子的蠢事儿，挣个功名来，再来给我谈条件。我就是没脑子，我就是给你谈条件了，你能怎么样？你好，那我今儿个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天高地厚。来人，给我打！好，若儿子今天受得住，你就答应我这一回。给我打！我们要考试，我们要见严师傅，干什么？我们要见严师傅，走吧，不要，没有办法，凭什么推人？诸位学子，让开！诸位学子，诸位郎君，诸位娘子，为白鹿书院所做的一切，老朽在这里代先生们谢过了。诸位为白鹿书院做的，老朽深受感动。只是老朽也想，白鹿书院在教授诸位识文断字的同时，却忘了教诸位这人世间的道理。所谓三思而后行。可是严知府不愿意给我们宽限时间。知府有知府的立场，你们即便是有话要说，也要慎思笃行，选择正确的方式。白鹿书院不管将来如何，你们既然是书院的学生，就要记住书院的谆谆教诲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在这儿高声呐喊，我是山长，这件事本就应当由我去说。山长，你还嘴不嘴硬？你，汉才，停！哎呦，山长，您怎么也来了？
您看，这孩子胡闹，我正秉公办事呢。我知道，你身为知府，公务为重，你有你的处境和立场。只是后生们实在是心有不甘呐，想着最后结业，还望成全。哎呦，山长，您就不要为难我了嘛。你当年也是白鹿书院的学子，立身弘道，正心诚意，怎么如今眼里只有章法，却少了人情？你虽是知府，但也是父亲，晚辈们为心中夙愿尚且如此，你若说战之是胡闹，我却说战之今日，最是少年意气风发，老朽欣慰呀。老夫愿为学生请命，望知府大人开恩。山长，使不得。哎呦，好，罢了。哎呀，学生依您便是了。多谢。看在山长的面子上，我就饶了你。给我好好考试，我看你能考出什么名堂。好，告辞。告辞。哎呀！伯阳，谢谢山长。该谢谢的是你，回去好好养伤，准备参加考试。好。诸位，府尹大人答应了，大家回去好好备考吧。太好了！可以考试了！太好了！严不阳，你在里面吗？严不阳，明姑，你别上来啊！我刚被打了屁股，太丢人了。哦。疼吗？不疼。不阳，你真傻，你干嘛非要吃这个板子啊？我知道我傻，我也知道我什么都做不好，还老惹你生气。还有你们家上次的案子，这几天我想过了，这件事情不怪你，就怪我自己。以前是我太任性了，很多事儿都是阿娘还有阿婆帮我承担着，帮我担着责任。现在不一样了，阿婆没了，苏昌记也没了。我要走了，去汴都。我要和我娘在汴都重振苏昌记。你要走？你这样没事吗？你不走行不行？我是苏昌记的少东家，我得担起这份责任。我原本以为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。永远？严不阳，你真傻。这个世上哪有什么东西是永远的？那你到了那边多带点衣服，北边冬天特别冷，照顾好自己。严不阳，我们都是大人了，
平常别总惹你父母不高兴，也别每天无所事事的，这样子女孩不喜欢。嗨，我知道，放心吧。你今天在我心中好像一个大英雄，我好像有点喜欢你了。郡王，快起来！你的手呢？啊？是不是皇后做的？郡王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的手为何而断？我哥哥的死又是为何？郡王，奴记得那是一个秋天，郡王在大内把纸鸢放上了天，想让王爷和王妃看到，但是刮起了大风，纸鸢断线了。郡王不知，这断了线的纸鸢落到了坤宁殿，正好落到皇后娘娘面前。皇后娘娘受了惊，动了胎气，当即就生产了。我知道，是个死婴。宫中太医说，胎儿早已死去多日，可皇后娘娘她无法接受这一切，她觉得这一切都是郡王所为呀。皇后娘娘失去爱子，有些失了方寸，所以永国公就替郡王认了罪呀。是皇后赐死了永国公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么多年，她假借普王府的名义，一直监视我，为了让我回汴都，让令娘来，让我娘来，就是为了让我无法复仇，为了让我永远活在她控制之下。我说的是不是？郡王，永公公和老奴都希望您好好的活下去。郡王，你就不要再问了，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？郡王，郡王。干一个！好，各位兄弟，助我们拿下白川口。干一个！对，是啊，打完就咱们再喝。对，来，
师父可知，当年大哥去世，让我离开汴都，远离纷争。那时我以为皇后娘娘是因为忌惮皇权旁落，才处处针对我。那时候我以为大哥是因为担心我卷入夺嫡之争，才让我离开汴都。这么多年，我第一次知道，只是因为一个风筝。这么多年，我第一次知道，我离开汴都的代价是拿大哥的命换回来的。世事弄人，有些事怪不得你。怪不得我。我以前以为能护住身边的所有人，如今呢？福翁断臂，大哥去世，我一个都护不住。师父，我今日方知，原来我自己只是一个笑话。这世间的规则便是如此，强者生，弱者死。朝局时，豺狼当道，只有强者才能与之抗衡。坦臣呐，我不相信，这么多年你蜗居在吴江府，你心中的愤慨就没了。我也不相信，今日你来滕州，就只是单单想见福翁一面。我是想护住身边所有人，可是今天我才明白，如果真的有人想对他动手，我能做的只是匹夫寒暑。熊杰引万千将士奔赴白川口，汉臣敢问，可有末将一席之地？你果真想好了？想好了。我要护住身边的人，我要去白川口，立军功，夺军权。回汴都可以。可我却要凯旋而归。当真！坦臣，请与我同战。谢师父。契约无异，与子同盟，王与兴师，修我戈矛；与子同仇，契约无异；与子同责，王与兴师，修我矛戟；与子协作，契约无异；与子同场，王与兴师，修我甲兵；与子偕行。今日是大家最后一门考试了，每人写一篇文章，各言而志说。希望大家认真写作，写下自己的理想和志愿。
那是你的他。申时已到，大家都停笔吧。白鹿书院传道于吴江府，至今也有30年光景了。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，而在这天地之间，却是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。今日老夫就为诸位上这最后一课：君子敬命，三思后行。白鹿书院传道至今，老夫最想的，便是每一位从书院走出的学子，都是一位忠正立世的君子。君子敬命，不论天下，不论个人，更遑论区区书院。老夫常常告诉你们，作为学子，要时常谨记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然而，在这太平之中，更应开掘的是你们自己。山长，山长不好了！山长，山长，谢知县带着官兵来了，在大门口，说是要封院呢。什么情况？不是时辰还没到吗？不行啊！起兵了，书院，欺负人吗？安静！一草一粒，皆为外物。咱们自有搬不走的东西。君子为天地立心，固然可与天地抗衡，然若是以为寻求改变这个世间，却是愚者之道。改变可以改变的，是为天地立心；接受不可改变的，却是君子敬命。凡抗争者，要三思而后行，是为君子之道。无论是郎君还是娘子，老夫都希望你们能够周而不比，和而不同。唯有吾辈严守其政，家国方能家印长留。五湖之滨，国君上祥，诸贤庆圣，不胜前者，荣君6京，今生于任，君子归游，志游学海。诸位，毕业了。
小满，今后你有什么打算吗？家人已经决定前往汴都，我也会去。到了汴都，也许会在镜子家的店面帮忙。至于旁的，我还没想好。先生呢？我准备前往汴都开设女子书院。在白鹿书院待了这么多年，遇到不少明理通慧的小娘子，才发现天下间应该有让女子安分读书、改变命运的地方。现下我正好缺个帮手，如果你也来汴都的话，可以同我一道在书院里传道授业，也可编纂完未完成的女子传记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小满一直想做夫子，只是才疏学浅，还需历练。到时只求先生给我一个留在你身边打杂的机会便好。这是我在汴都的住址，到了汴都便可联系我。先生等我。小满，见信好。写这封信给你，是特地来道谢的。想必你一定好奇为什么，但想必你也一定不知，在你口中无所不能的李师兄，也曾经茫然彷徨过。说来也是可笑，那时候燕娘离开，而我却又不知道前路，果真以为自己写的东西无人欣赏，茫然挣扎中，便错失了自己的初心。有时候人这一生，总是在世俗的肯定与自我的选择中挣扎，求了自己，却失了旁人；想要求得旁人，却又迷失自我。而若非小满，我又岂能知道，我即便是一叶扁舟，天地苍茫间，也有人懂，也有人知。这懂这知，便是从文的佳期如梦了。今日落笔，写这封信给你，是想你知道，小满娘子是世间难求的好娘子。从文心愿，从文求之。今日种种苦难，从文不惧，愿与小娘子共苦乐。新年之日卯时，愿与娘子月桥街市相见。素子。
生生年临别，一眼若随望，传到今天。年年思念，长期梦。